2025年的春天，我在河东头的菜市场发现了这个玩意儿，它的油箱上面写的卡瓦蒂得，重要的是它的节气门又粗又大，车屁股还是翘起来的，而且它的轮胎好像还是赛道版的，但是它的前减震却被嘎断了。我好歹的给它撅了起来，然后又用叉车就这么的给它提溜了回来。这车刚才给它泡了秤，一共279斤，老板卖我7元1公斤。结合着这车的节气门超级粗大，还有赛道专用的轮胎，我觉得这车咱俩应该不会买亏了。修好了就给它卖给你班同学，毕业都能挣1万好几千。这个车我估计停那儿时间不能短了。你看这个轮胎都出现了大面积的龟裂的情况。车后钉的挡泥瓦都给我卡稀碎，但从发动机的外观来看，好像并没有损坏，起码没有漏油。它这块4根排气管子都是铁根嘎断，我怀疑这嘎是有3元催化的存在，就连这么好的减震都是横刀切断。它现在的车况比这台750回来的时候还要糟糕。反正你先戴好手套，咱俩又干活了。这么好一个减震，让他给我嘎个稀碎，而且你再看他的车把已经创出来了 X 型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只要他这个发动机还能动，我觉得这车对咱俩来说就买的值。所以现在大家只得想办法让这个发动机动起来才行。我拔掉了整车受损的外壳，露出了车骨架，看起来还挺板正的，但是他这嘎少了个钥匙，但这也没有关系，我有办法能给它割漏开，实在不行咱俩就直接从钥匙口的下面线给它连上也行。你千万想呢，以后你车钥匙要丢的话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去救你。现在咱俩给这车整个电瓶连一下通用电试试。一点不赖悬的说，我弄过那么些车，它是唯一一台通电它就溜溜转的车。现在咱俩可以整一下它的油路了。这个就是它的油箱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活爹给它干出来了这么大的洞，它已经没有修复的价值了。我猜下这个好像还能用的汽油泵，它的外观很埋汰，但是里面是塑料的，就没有出现大面积腐朽的情况。我有好几台摩托车，咱俩可以从地上的这2台挑个油箱给它试下手。我用小锅炒豆的点评方式选中了这个柠檬笋的油箱，但是插头不一样，直接给它飞线连接，先让它启动起来再说。现在它油也有了，电也通了，可以尝试启动了，祝我好运。不对呀，这玩意儿有油有电，按理来说它就应该启动了，但是这玩意儿还能没有钢压了呀？如果它的发动机真的没有钢压，这车咱姊妹俩买就赔了。我拆下来了它的活塞，通上了钢压表，测了2次，都有7个多的压力蹦出来，问题没搁这儿。现在可以确定这车有油有钢压。我又检查了它的电路，拔出了活塞，这嘎果然没有火冒出来，看来问题就出在线路这儿。不对呀，我检查了这个活跌的刹车线、离合线、传感器、保险丝，我还一度的怀疑是这个行车电脑也撞坏了。在我去关钥匙门准备拆电脑的时候，我却发现它这个红灯一直搁这嘎穷闪乎，我顺手就扒了它的仪表，在这下面竟然藏了个钥匙的标志，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，这个家伙是不是有芯片防盗功能呀？它这个车需要有芯片才能解锁，这种普通的钥匙不行，看来咱俩得动用一下改车宝典才行。我一共用了2.6张的改车宝典，我得到了一个小这个玩意儿。因为我没有原车的钥匙，所以我也是拆下了他的行车电脑，去托了好多人，才找到办法解决了这个小芯片的问题。他现在这嘎已经检测到芯片，如果他能一下子启动，他就是我弄过这些破车里面最好启动的一台。祝我好运。
它这个机油滤芯卡漏了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你看呲出来的这么些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直接给它换一个就行。就我偷摸跟你讲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还天真的以为它只是坏了个机油滤芯而已，我给它换一个就没有事儿了。就刚才着了这么一小下，这个发动机呲出去差不多1升的机油。现在机油我也是给它添够了，到确认这个发动机没有问题，咱俩再给它机油换一下。现在我要给它再次的启动，祝我好运。它怎么连发动机这块也都撞黑了呢？这车是真不讲究，刚才加的机油，我估计这会儿又漏了。我拆下这面发动机的边壳，可以看到里面的零件还是成型的，但是下面给我逮个大眼的。我一共就启动了2下，连6秒钟都没有，它连呲带卯的给我撒了一地的机油。这车没有一点痛快的时候，我隐约的觉得这车可能有点缩道啊。我给这个创 C 的边壳用交流氩弧焊给它补焊回去，再用角磨机给它打磨平整，再给它怎么拆怎么给它装回去就行了。希望这次它再别跟我俩扯毛楼的了，并且我又给它加了第2桶的机油。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发动机到底是啥状态，反正机油我都干进2桶了。它漏机油的边我刚给它掌握好，现在又不知道从哪给我呲上了汽油，我觉得这车指定有点缩道。这车在买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怪，回来我就想给它放炮来着，但是鼓秋我就忘了这码事儿。它现在这个情况真的是驴拉马不拉，马拉套海带。漏汽油的地方搁这儿是这个喷油嘴，我拔它插头的时候给我手皮还撸了一下。这回不漏了。现在这个发动机它算是不漏油也不漏水了，咱俩就可以搞它其他的附件回来了。最先回来的是这个祖国版的大灯，这是一个拆车的排气管呢。这看还有一个3元催化，买这一对拆车的减震给我腾完了，价格超级的贵。它是一个拆车的油箱。卖家跟我说它是原版原漆，但是这个橘色不适合我这台车，这样就差不多找齐了关于这台车的配件。现在咱俩就可以去用干冰给它的车下做个彻底的清洗。我们这嘎这玩意儿卖6元1公斤，我买了30公斤的。这个就是用干冰处理完的车架，效果真的是 YYDS 3斤大辣椒。就到现在来看，这车咱俩买的还是很值。然后我还计划着用脱漆剂给它这个原版原漆给它脱掉，但是突然我才发现那个卖家纯粹在这扒瞎。就这个油箱现在来看，
差不多做了7、8层的油漆在上面，而且每次的颜色都是不同的。直到我给这个油箱抢成了这个样，它原本真的是一个橙色的，但是这个油箱以前也是一个有故事的车，而且修的特别的糊弄。现在我也只能给油箱从底下给它嘎开，想办法一点点给它修出去。经过了一顿物流，我终于把这个油箱抢救回来了9层，剩点小坑就全当你也没看到。然后我再用手持的激光焊机给它的几颗焊回去。接下来就是老的套路，先给油箱喷涂环氧底漆，用来防锈，然后薄薄的给它来上一层原子灰，用来走平，再给它整上一遍中涂漆，用来给它统一一下色调，最后就可以给它喷上你最喜欢的绿色了，再给它贴上精仿1:1的油箱贴，接下来就可以喷涂最后一遍亮油，然后再送到烤漆房炙烤一下，最终再来就得到了这个晶莹又剔透的油箱。至此，这台车的附件就算是搞得差不多，现在咱俩可以装车了。上这个前轴需要有一个专用的工具才行，我没有，但是我也是足够狗，我用2个螺丝给它焊在一起，就可以完美的替代，我真聪明。它这个后轮还是一条热熔胎，当年买这条胎，我估计费用就得1000好几百，当然现在也是完犊子了，我需要去给它换一个。我装上了它的反光镜，现在这台车就算是修复完成，它的重量也肯定超过了我刚买回来的279斤。但现在如果你再出价7元1公斤，我还是不会卖给你的，因为现在这车已经可以完美的启动。至此，这台7元1公斤、超过279斤的传奇这一线，就算全部的修复完毕。传奇的动力只能用暴躁来形容。骑这个车仍然需要你有螺纹钢的把劲才行。谢谢你的帮忙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发财。